们来就是澳洲也有半年了，然后这半年我们都在塔斯的 Launceston。会想要拍这支影片，是因为其实塔斯的影片真的很少，但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有蛮多人像我们这样，就是第一年就想要来塔斯。虽然说很多人都说不建议新包这样做，但其实我觉得第一站选择来塔斯，只要季节是对的，其实是还蛮 OK 的。所以我们就想说拍有关 Launceston 的生活记录。然后我们在之后的影片也会介绍，就是 Launceston 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资讯。那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地方的交通的情况啦。那 Launceston 的话，它比较没有像一些大城市，像雪梨、墨尔本公车、地铁这边。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很不方便的，所以来这边的话，你要么自己买车，要么你跟朋友一起来一起买车，或者是你要争车。不然你住的地方就是住离超市很近，不然的话你要去超市要去工作，基本上都是一定要用车。我跟你说，在塔斯没有车等于没有脚。对，因为真的每一个地方要去都是路途都还蛮长的，有公车，但那个公车就几乎就只有在市区里面跑，所以有车很重要。对。然后再来第二主要的，来澳洲前大家有做过功课，就会知道这里有两大超市 ，Coles 和 Woolworths。对。这两个超市，我来澳洲之前，我有想象过所谓的超市，我想说会不会像家乐福啊、全联或者顶好这一种。对。然后来了之后发现其实不太一样，对，东西更多。结果我来到澳洲之后，我们的娱乐就是逛超市。对，这还不错。因为每周都有新的特价，然后从礼拜3开始，就是一直到礼拜2，反正它就是每一周都有新的特价，有些会是半价，所以你就可以去逛超市。像我们住在 Launceston 很方便，因为就是开车一下子就到。对，而且基本上在市区的话 ，Coles 好像就有2间还是3间。Woolworths 也有2间。除了超市之外 ，Launceston 还是有肉铺跟菜铺，因为我们很少去肉铺买，但听我们的同事说肉铺比较便宜。对。但我自己觉得可能是大量的话，会比较便宜。对。然后菜铺有一间叫 Young's Veg， 它是在 Kmart 对面。对。然后那个地方买菜的话，有些也比较便宜，也不是全部都比较便宜。对，因为刚好 Coles 每个礼拜3都会有那个特价，所以不见得去菜铺都会比较便宜，所以我们可能就特地挑一些像香蕉有时候会比较便宜，或者是高丽菜品种的话跟 Coles 也不太一样，因为它大颗，而且它的菜比较薄，不像那个超市里面卖是很厚的。通常去 Young's Veg 就是买高丽菜。然后如果来这边一定会听过亚洲超市，就是所谓的亚超。然后亚超的话，我们这边有2间，一间叫清华。那另外一间是，它就写亚洲超市。对，就是它名字就叫亚洲超市。对，东西都还不错，因为我们也还蛮常去逛。但是其实2间东西差不多啊，就是可能价格上有一些不一样，跟买的东西可能这间有那间没有。但这个亚超对我们就是这些亚洲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有些东西在这边的超市根本买不到。对，然后你又想念就是家乡的味道。对，那你就要去亚超。对，但是虽然说 Coles 有时候它有些地方会卖那个，它有一区是 International， 对 International 就是它的国际区，你可以买到台湾的酱油，买到台湾的汪汪仙贝，汪汪仙贝，但是新的对，但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调味料，你还是必须要到亚超，对我们的亚洲超市去买，例如说，我们那个海底捞麻辣，海底捞汤底，对，海底捞的汤底。然后火锅料，火锅料现在 Coles 也有啊，还有亚超还有那个，反正就是台湾的米酒、沙茶酱，对，沙茶酱，而且是牛头牌的，一定要去。其实很多台湾的那个牌子在里面，对，可以去买，然后但是价钱一定不会比较便宜啊，因为我们在塔斯的物价本来就会比较高，那亚超就会更贵。我们有朋友，他们之前是在本岛，他说那边的亚超非常大间就算了，它的价钱跟台湾卖的差不多。对，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很爽但是很想去逛，可是我们在塔斯没办法，就是一定会比较贵。对，可是
你为了吃，你还是花下那个钱。对，然后澳洲的酒铺，对，这很特别。澳洲人可能很喜欢喝酒，对他们有一间专门的酒，那个专门在卖酒的一间店。那他那间店就跟可能台湾的全联或者是小家乐福啊差不多大，全部都是卖酒。对，那酒铺的话有两间吧。不止2间，反正酒铺有很多间，因为我们在 Launceston 市区有一间超大间，你就算不想要知道都不可能，那叫 Dan Murphy， 对，就是这间真的超大间，你就会想说哇，原来酒这么多，对，真的超级大间，多到进去你也不知道怎么买，分这么清楚也是因为他们有管制，对，有管制，对，就是可能因为小朋友没有办法，他就是会有，对，他不会让小朋友去那个地方，对，我们进去哦，如果他觉得我们看起来未满25岁，他有权利就是要求我们出示证件，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带护照，证明你的年龄，我已经20几岁了。对，所以我们亚洲人啊，看起来都比较年轻，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背包客去的话，就是你一定要带着你的护照，或者是能够证明你年纪的东西，不然你可能从远的地方开到市区要去买酒，就发现店员跟你问你说你几岁的时候，你没办法拿出东西，那可能就知道请你出去了。反正就是那地方选择太多了啦，你最好是有认识的朋友，或者是有经验一点的，不用老包，就是你可能有去过，他可以推荐你1-2支酒，不然你进去绝对不知道你要选哪一支，太多了。红酒可能就好几排货架，白酒又好几排，啤酒也好几排，好几个冰箱。就是那时候我们有朋友就推荐我们1支酒，然后传给我们，也给我们名字，也给我们照片，但是那间店真的太大，我们找不到，就只好问那个里面的店员。可以想象那里到底有多大？超级大。还有一间很大间的百货公司 Kmart， 哦对，它里面卖的东西比较像很杂，什么都卖。对，它什么都卖。它有卖电器用品，有卖厨房的用品，例如说锅子啊、餐具都有。然后例如说有一些衣服、化妆品，然后一些食物，对，其实反正就什么都有，但还蛮便宜的，就是跟其他的店比起来，它是价钱都还蛮低的。对，上班的一些衣服啊，那种上班用的荧光衣跟钢头靴子，我们都会在那边买。我们背包客可能就觉得够用就好，所以我们就会去 Kmart 那边买。对，那来澳洲呢，打工度假有一些闲钱，就会想要买一些可能像相机啊、喇叭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三 C 用品，或者是一些文书用品的话 ，Launceston 这边也有2间店，就是可以选购这些东西啊。一个是Office Works，Office Works 的话，它也是有卖一些电器用品。Office Works 它其实比较偏向于大型的文具量贩，对，所以你去那边你可以买到各种文具，不管是书还是笔之类的。对。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如果你想要影印东西，也可以去那里，但它的画质我就不多说，没有到非常好。对。只是你可以就是列印个文件什么的。就是你要买笔啊，要买一些小东西，也不怕这边没地方买，会不会是比较贵？因为我们之前在上网来澳洲之前爬文啊，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会有些人会建议说从台湾带来，因为像自动笔啊、圆珠笔可能很贵，或者是你根本也买不到，但这地方有卖，其实有卖，而且不会很贵。我们还带了一堆，结果都没用到。对啊，然后再来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 JB Hi-Fi， 这地方会又是更专门，就是如果你喜欢逛3C 的东西，喜欢看相机、看喇叭，还有游戏 ，PS 还有 Switch， 还有各种电器，还有 Xbox 都有。好，反正就是 JB Hi-Fi 它跟其他的一些通路啊，比如说你想买一个东西，你可以稍微比价一下，JB Hi-Fi 通常会是里面比较便宜的，但是它也不能跟一些网购平台，例如说 Amazon 或者是 eBay 比。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实体的店，你想去买，然后又不想买太贵的话，就可以去 JB Hi-Fi。然后还有一个有点像澳洲版的特利屋，对，叫 Bunny's Warehouse。对，我们很少去逛啊，可是你进去就会觉得很像大型的特利屋。对，我们要去的话，通常都是买一些小工具啊，例如说什么。虽然那不是我买的，是我们朋友给我们的，就是还有一组那个，就是工具箱。对，你可以去买一个工具箱，还蛮方便。就是家里有些东西坏掉，你可以自己修。然后那边也有卖一些工作的东西，例如说钢头鞋，可是比较贵。而且我们背包客去那边，背包客好像都是些 DIY 的东西。因为其实澳洲人他们都会自己装修房子啊，或是做什么东西，他们就很常去那边，你就看到他们开那种大台的车子。
然后就开进去，然后就载一些就是它的那个材料出来。他们那边比较像是在做这个。再来的话，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就是澳洲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的二手店。哦，对。二手店的话，我们在就是 Launceston 知道的话有Silvers， 对 Silvers 和 Mission Shop，这2间算比较大间，好像也都这2间吧。对。然后还有几间其他的，但我们比较常去的是这2间。其实我蛮好奇，就是这个文化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。除了背包客就是造成这边的那个二手市场很活跃之外，这边的人本身也喜欢去买二手东西。车子很常看到澳洲人的车都是也是开对很烂的车，就是看起来破烂的车，他们也是会继续开。但他们也不是只有一台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之前的房东也很喜欢去逛二手店，反正就是在那边可以买到一些品质不错、价格又比较便宜的一半不到的东西。像我的工作的钢头靴。你在买的一双好像才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好像3块澳币左右，才60块，我忘记了。我买过7块钱的登机箱，7块钱台币多少？140块的登机箱，140块的，而且超新，就是它其实没有什么坏，而且是4轮的。对，哇，很爽，就是等于是捡到宝。对，在里面真的是可以捡到宝，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先去二手店逛去看，那没有的话才去买新的。像买衣服其实可以去那边买啊，只是说那边的衣服的尺寸可能就是一个样式，可能就只有1个 size， 还是很不错啊，就可以省很多钱。真的可以省很多钱，超好逛。像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在二手店买的。对啊，这个也是在二手店买的。对，那这个都很便宜。这个东西才卖8块，而已，台币100多块。对啊。如果买新的话，我记得要20几块吧。16块、20块，对。非常便宜，所以如果你刚有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可能去 Kmart 看过，你觉得很贵下不了手，那你可以去二手店看过。然后还有一间药妆店，对，算药妆店，对，叫 Chemist。背包客我们都说是小黄，对，然后他卖的东西就基本上就是那些药妆啊，然后食品啊，一些有牌子的化妆品，对，就是可以去那边买。因为基本上我们背包客来这边工作，基本上都是一些农业类的，可能会比较累，所以你可以去买一些酸痛药布或者是酸痛药膏。这边买的话，比较多选择也比较便宜。对，这些东西的话，你可能去 Coles， 因为 Coles 基本上有很多东西都会卖，但是它不会卖那些药类的东西。Coles 顶多只会卖一些沐浴乳、洗发乳，但是小黄屋也会卖沐浴乳、洗发乳，但是可能会比较便宜。所以像有人跟我一样喜欢用理肤保水，就可以去那里买。对，那我们在东西人生活多久？半年，我们在当前生活半年有。对，所以这是我们大部分我们每天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。对，就是会有这些，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小的没有介绍到，不过生活机能大概就是这样。对，听起来可能有点无聊，但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全部。对啊，对，这边还是有一些景点啊，例如说离市区很近的有一个 Gorge， 有一个峡谷，激流峡谷。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可以攀岩的地方。就是之后会介绍啦，就是这地方还是有一些景点啊，那我们之后会来介绍。就是它除了我们这里面主要是介绍它这边的生活技能，那还有一些工作跟景点的话，我们之后会再拍另外一个系列的影片，跟大家介绍。就是如果你第一站想来东西城的话，你可以先有个底啊，就是你会知道说这地方有一些什么东西，那你来可以先准备什么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反正就是这地方车很重要，一定要买车。就是生活机能大概是这样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。对，因为我们可能也有些地方没讲到。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下次见。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